它耳机盒的续航不行了，右耳机经常充不上电，容易受到信号的干扰，出现滋啦声或者断断续续，甚至断连。据我个人感觉，这个音质并没有像宣传视频说的那样。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范视角，我是 Fan， 今天来跟大家开箱一台 AirPods Pro 3。那这期视频拍摄的时间是9月25号。那为什么这么晚才给大家去开箱这台耳机，以及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开箱 iPhone 17呢？是因为12号的时候我没有能够抢到首发日的 iPhone。这款产品呢，我当时是想着去买 iPhone 的时候，然后一起买了，所以说一直等到今天才拿到这款产品。那是不是我现在的 iPhone 就已经有了呢？实则不然，因为我在抢购的时候预约的时间是9月25号到30号期间，然后我今天25号去到了店里去问了一下我的 iPhone 是否已经到货，是否已经能够取货了。但是店员告诉我，我选的这个时间是一个时间段，那必须要在我的 Apple Store 的界面上看到有一个二维码的出现，我才能够取货。那也就是说，我的 iPhone 17还得要再等一会儿。那我想着，那来都来了，那索性就不如先把这款耳机买掉，然后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开箱。那左边这一台呢，就是最新发售的 AirPods Pro 3，而右边这一台是我7、8年前买的初代的 AirPods Pro。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它的降噪功能非常的惊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觉得它的降噪效果越来越差。那最开始呢，我也比较好奇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它降噪效果变差了呢？那网上有几种说法，一个是说固件降级了，想要削弱你的这个降噪功能，最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那第二种说法是说它的麦克风有灰尘或者油污的堵塞，所以导致这个麦克风没有办法拾取实际的环境音，用以抵消噪音。那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说它的硬件磨损了，所以说效果不如前。今天我在店里面也问了一下店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他的说法更倾向于第三种。那陪伴了我7、8年的 AirPods Pro 初代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它耳机盒的续航不行了，其次比较要命的就是它的右耳机经常充不上电，往往是我戴上耳机发现左边满电，右边没有电，然后呢我也对它的触点以及耳机盒进行了多次的清理，发现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还是因为设备老旧了，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三个就是只要我在火车站、机场或者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然后它就非常容易受到信号的干扰，出现滋啦声或者断断续续，甚至断连，非常影响使用。所以第3代 AirPods Pro 发布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时候要去更新我的产品了。那在这里我也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更新或者继续使用自己的旧的产品。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每一年都要去更新自己的产品，即使是手机。那我的手机今年想要更新也是因为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被我摔得太严重了，去年在买这一台 iPhone 的时候，在店员的强烈的鼓励下，我就没有带壳，然后也没有贴膜，所以说在我购买它的第2天，它的边框就摔坏了。几天之后，这个摄像头的玻璃又摔坏了，再接着就是不知道多少次的摔，所以说它现在其实虽然只用了1年，那屏幕已经比较花了，并且边框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看到，边框、背板都出现了多处的破损，所以说我想着今年还是把它换掉吧，不然我的 Apple Care 感觉是白买了。但是今年换完17系列之后，我明年就不再打算继续去换了，除非它的折叠屏手机非常惊艳。但是我目前是做好明年不做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的，所以在此再一次建议大家，如果不是每年都要换的话，还是老实一点，带壳跟贴个膜，这样能够让这个手机用的时间久一点，然后也不至于看到破损的手机想要去换，想要去多花钱。好，关于手机我们就说到这。对了，这2天等到新的手机取到之后，再给大家开箱做分享。我们现在继续来开箱这一台 AirPods Pro 3。OK， 打开。
开。好，然后打开说明书就不看了。那这是它备用的耳塞。那加上耳机上自带的那副 AM 的话，那这个总共是5组，加了一个 XXS， 就是对于耳孔特别小的朋友会比较友好，所以总共有5个尺寸 L 以及在耳机上的 M、S、XS、XXS 啊，这5个尺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耳孔的实际佩戴舒适度来决定选择哪一个尺寸。这个就是 AirPods Pro 3的本体了。我们来对比一下它们的大小。这个是 AirPods Pro 初代，这个是 AirPods 3。放一下，其实 AirPods 3是要比初代大出一圈的。那能看到不？好，我们打开 ，OK， 打开，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它的外形。它是3代，它是初代。其实大小方面它是变得更大的，大家其实还是能够比较明显的能看出来，它比较大。那手柄的长度也是变得更长了。OK， 我们戴上试一试。它现在已经取消了实体按键，那大家能看到耳机盒的机身上已经没有实体按键用于配对了。那这里多了个挂孔，就是可以穿绳进去作为挂件。那我们来配对一下，方法是打开电池盒，双击，开始配对。那手机上就出现了配对的界面。好，连接。那这样就连接上了，把耳机放入耳朵中，继续。那这个界面在询问现在这副耳塞在耳朵中的舒适度是如何的，我戴上去是还可以的，所以我就点击这个佩戴舒适。那这个界面呢是一个简单的教程。那现在这个界面呢，就是说耳机是具有心率监测功能的。那我们打开。那我刚才试了一下，据我个人感觉，这个音质比起初代并没有非常显著的提升，而且人声的部分也没有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变得更清晰，低音好像是更浑厚了一点。但是我刚才仅听的那么一丁点一节音乐，听下来感觉人声跟低音甚至乐器都混在一起，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首歌的原因，还是因为刚打开的原因。我晚些再试一下。那关于它的音质呢，刚才只是简单的听了一下的第一感觉，然后这几天我也会比较重度的去使用它，过几天之后再来跟大家去做一个比较，我觉得是会比较准确一点的分享了。那我也没有很精密的仪器去带大家去对比，但是我觉得我的耳朵还不至于是木耳朵。那好一点的耳机呢，或普通一点的耳机我都有用过，我觉得音质的好与差，特别是比较明显的好与差，还是能听得出来的。那几天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它的使用感受。但是仅就我刚才浅显的使用，在音质方面，我是觉得跟初代没有非常大的提升。那对于这一代的卖点之一，通透模式更自然这一点，我刚才试了一下，也是没有非常质的提升的。切换成通透模式之后，还是明显的能感觉，首先耳朵上是有一层覆盖的，其次就是通过通透模式来听的外界的声音是明显的是电子音，并不是我们通过耳朵来听的那么自然那么温润，是有明显的毛刺感的。那这个也是我个人很初步的一个使用感受。那这一代耳机的另一项新功能就是入睡时暂停媒体。对于喜欢戴着耳机入睡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可以尝试的功能。
特别是当我们在飞机上、火车上，或者平时晚上睡觉，你的伴侣是打呼噜的时候，喜欢戴着耳机去听音乐或者听小说或者听播客的朋友，我觉得这项功能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因为入睡了，音频暂停了，那么你耳朵里面听到的音频肯定音量是变小了的。那这个时候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你本来入睡了，你又被外界噪音吵醒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入睡场景去尝试一下，然后去决定是否要开启这个功能。那打开之后，耳机监测到你已经进入到睡眠状态了，它就会把音频暂停。那这个功能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大家的入睡环境能够支持你在音频暂停之后继续入睡的话，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建议打开的。那这样肯定对我们的听力保护是有作用的。另外一个更新的重点就是它的心率监测功能。那这一部分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短，那我在后面几天会带着它去步行也好，运动也好，去来对比一下它的监测功能跟手表相比有何异同。那后续也会跟大家再做进一步的分享。好，今天的简单的开箱就到这里。那后面在经过几天的重度使用之后，会给大家再做一次关于这副耳机的深度的分享，可能会跟 iPhone 17 Pro Max 橙色的开箱视频一起发出。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